昏暗的城堡中，众人等待着女主人的回归。凯瑟琳日夜兼程地赶了回来，面色沉重地接受了孩子们的迎接。她驻足看了一眼闯祸的安茹，然后就匆匆地赶往小儿子弗朗索瓦的卧室。医生说小王子的伤口感染，生命危在旦夕。看着病榻上面色苍白的儿子，凯瑟琳心碎不已。这个场景对凯瑟琳再熟悉不过了。从最后那对夭折的双胞胎，丈夫亨利二世，大儿子弗朗索瓦二世，每一次都让凯瑟琳悲痛欲绝，而这一次又要重演噩梦。就像凯瑟琳噩梦中的那一窝夭折破碎的鸟蛋，真的要成为现实吗？大家好，欢迎光临露天电影院，我是吉利波，今天给大家带来《毒舌王后》第2季的第4集。很快小儿子的死讯就传来，凯瑟琳悲伤的无法说出一句话。有些人的坚强来自顺境中的鼓励和支持，而凯瑟琳的坚强更多是来自逆境中的浴血奋战。但麻烦从来不会给痛苦让步，凯瑟琳无法继续沉浸在痛苦中修复伤口，她必须起身面对眼前的危机。离开的短短10日，死了一个儿子，弗朗将军被抓了，波旁家的胖子去了英国，他临走时的安排全都被推翻了，甚至儿子查理9世也公开拒绝服从母亲的安排，不肯释放弗朗将军，坚持要审判他，以示自己的公正公平。至于弟弟的死，他全都责怪是安茹的责任，同时又指责母亲，又要自己胜任国王之位，又要处处指手画脚，弄得老妈百口莫辩。吉斯加也没闲着，马上搬来了圣罗马帝国皇帝为自己撑腰。摩莫朗西面对眼前一触即发的战事，同意释放弗朗将军来换取养女的安全，解释这么做都是为了避免战争。凯瑟琳只能忍气吞声地接受了儿子的决定，忍下滔天的愤怒。她知道这一团乱麻只能慢慢想办法解决，她的强项就是在忍辱负重中暗自筹谋。弟弟的死让安茹深感内疚，同时又担心大家都在埋怨她，内心充满了纠结。老狐狸红衣主教又贴了上来，他告诉王子，举国上下的天主教徒都把安茹当作偶像，把安茹淹死新教教徒称为第3次洗礼，并且争相效仿。然后他怂恿安茹带兵去把树林里那些杀人凶手屠了。安茹吓了一跳，这么激进的做法，妈妈和国王哥哥绝不会赞同。红衣主教安慰他，查理9世就是一个懦夫，而凯瑟琳皇太后会看在神圣罗马大帝来参加葬礼的份上不予计较的。但安茹却可以因此举收获全世界的天主教徒的支持和爱戴。有了这些支持，登上皇位指日可待。安茹有些心动了，于是跟随吉斯加的主教祷告祈福。弗朗索瓦的葬礼如期举行，神圣罗马大帝也亲自到来。这个垂垂老矣的老头早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嚣张，他搬了把椅子坐在凯瑟琳身边，告诉凯瑟琳，那名叫伊迪丝的修女又能带领信徒穿越大火，又敢怂恿信徒杀死王子，她就像一面旗帜，会掀起整个欧洲的宗教战火。而她此行的目的就是想告诉凯瑟琳，吉斯加正在怂恿安茹去树林里屠杀新教徒，这样做的后果将会兄弟决裂，母子不和，最糟糕的是将会在法国掀起一场内战。凯瑟琳好奇圣罗马大帝为何突然这么好心，老头子表示自己也并不是好心，只是想给爱家暴的变态儿子求娶一个媳妇儿，这样自己就可以躺平休息了。最后他建议凯瑟琳让这个伊迪丝死于一个意外，凯瑟琳觉得这反而会让他成为一个圣人。老头笑道，除了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圣人，其他成千上万的殉道者都只是殉道者而已。然后警告道，如果不赶快行动，那么很快凯瑟琳就要亲手埋葬他剩下的孩子们了。说罢便起身离开，丢下凯瑟琳独自思考。湖里飘满了死尸，术士的森林不再安静如初，这次连陪伴他的女助手都被杀死了。凯瑟琳来找术士，丧子之痛让他痛不欲生，而这个儿子的性格那么像他的父亲亨利二世，本性善良，与世无争。术士安慰道，自己的女助手也死了，死亡从来不会因人而异。凯瑟琳担心自己其他的孩子都会死。术士说，那梦里不是会有一个展翅高飞的吗？不过也许是另一种预示，一个臭鸡蛋坏了一窝。凯瑟琳马上想到了安茹，难道非要舍弃一个孩子才能拯救其他所有？她希望术士能够给自己更明确的建议。
伊迪丝也没闲着，他对自己的信徒杀死王子的事儿表示赞赏，公开演讲煽动信徒用生命捍卫信仰，慷慨激昂地把死亡渲染成荣誉。人群中的陪嫁女佣默默地看着他的一举一动。现在小学徒已经病入膏肓，命若悬丝的仅靠一点液体维持着。他赶回皇宫找医生要一些治疗烧伤的药物，却意外发现医生是个瘾君子。他还碰到了老熟人药剂师的女儿，药剂师女儿想要重修旧好，可裁缝满心都在自己的小学徒身上。他表示小学徒就是他的家人，这让药剂师女儿猛然想起他曾经怀过孩子，扭头就把裁缝和儿子的事儿都告诉了凯瑟琳，希望借此表明忠心。没想到被凯瑟琳看穿了，这个曾经的叛徒用背叛别人来换取自己的信任，于是拒绝了这个曾经的叛徒。在和儿子有了隔阂，又面临棘手的麻烦要解决的凯瑟琳，决定搬回舍农索城堡居住。在这里，他和自己的小黑哥感情越来越好。小黑哥转送他一个父亲留下的项链，这个礼物让身处漩涡中的凯瑟琳爱不释手。不管凯瑟琳如何感动，拉西玛对女主人的这个小黑哥的身份保持怀疑，并嘲笑小黑哥送项链的伎俩很是拙劣。小黑哥对拉西玛却是充满好感，解释自己和拉西玛一样都是为了生存，这到处都不让人省心啊。另一头，波旁家的胖子来到了英国，马上就被伊丽莎白女王接见了。伊丽莎白告诉胖子，现在是波旁家上位的好机会。那个伊迪丝是个出身贫民窟的贱民，而现在却拥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只要得到他的信任，告诉他英国的新教会可以提供他全面支持，他就可以回报波旁家获得王位。届时，不论贸易协定还是新大陆的合作，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儿。波旁家的胖子显然对跳跃这么大的谈判有点措手不及，但伊丽莎白女王这番话确实挑起了他隐藏内心不敢明示的欲望，这一切都有了实现的可能。胖子深夜给哥哥写信，伊丽莎白女王却突然推门而入，表示有一份文件要胖子签。胖子谨慎起见，想要先给律师看看。没想到女王直接脱光了，要求坦诚相见。胖子顾不得许多，赶紧签了字，脱了个精光，与女王深入交流去了。考虑再三，凯瑟琳决定接受圣罗马大帝的建议。他深夜造访，老头子正在教育儿子的顽劣。凯瑟琳告诉老头，他已经决定除掉这个伊迪丝，而且是用跟随他走出火海的信徒来实现此事。圣罗马大帝告诉他，安茹和红衣主教的屠戮活动隔日就要进行了。凯瑟琳信心十足地表示，他们的行动无法成功。除了这个不省心的安茹，其他儿女也都是不省油的灯。大女儿伊丽莎白本来对圣罗马大帝的儿子的粗言秽语很反感，但转眼就被他伪装出的丧妻之痛感动不已。妈哥堂而皇之地跑到监狱探望弗朗将军，还体贴地带了本书，并表示会去祈求母亲放人。这一番大胆示爱让断袖之癖的弗朗将军无言以对，只能善意地提醒妈哥最好不要趟这趟浑水，赶紧离开。可这种婉转的拒绝反而让妈哥觉得这个老叔叔腼腆可爱，于是执意相救。波旁家的亨利对妈哥也充满好感，可妈哥对他弃如敝履。妈哥现在的少女之心都在弗朗将军身上。果然，他说到做到，直接冲进母亲的房间，要求释放弗朗将军，而且不惜表明自己的爱意，让母亲觉得又可气又可笑。妈哥看着母亲不表态，就马上撒娇说母亲铁石心肠。凯瑟琳收敛表情，严肃地告诉女儿，弗朗将军并不无辜，但必须释放。在成年人的眼里，不看对错，只看利益。如果女儿想要达到目的，就要学会利用自己掌握的优势。首先，国王查理9世和妈哥的感情非同一般，妈哥可以利用查理对他超乎兄妹的感情。其次，释放弗朗将军正好与自己的愿望一致，因此自己免费赠送安茹即将被软禁的消息。最后利用这些信息说服查理9世释放弗朗将军。那么剩下就看聪明如斯的女儿如何实施了。母亲的这番生动的教学让妈哥目瞪口呆，她瞬间明白了母亲能做到这个位置，绝不是靠自以为是的小聪明和追求爱情敢爱敢恨的勇气。妈哥心服口服地告别了母亲，转身去求国王哥哥。他按照母亲的提示，向哥哥提出释放无辜的弗朗将军，表示自己愿意出面说服母亲处理安茹作为交换。
然后温柔地鼓励和恭维国王哥哥越来越有王者之气，并且还否认了自己对弗朗将军的喜欢，以免引起哥哥的嫉妒。查理九世毫无招架的就被妹妹说服了。当晚，安茹正准备出门起事，刚到大门口就被蒙莫朗西抓住了。他骂骂咧咧的，还挨了一拳，无奈的被送回卧室软禁起来。术士忽然来找裁缝，告诉他如果再不赶快把小学徒救出来就来不及了。很快安茹就会带兵去屠了树林。裁缝焦急起来，表示自己没有办法说服徒弟。术士告诉他，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让圣女变回普通人。裁缝马上明白了术士的意思，但他好奇术士为何要帮自己。术士说他最无法忍受那些伪装成神的人。裁缝为了救儿子，狠下心找药剂师女儿要一瓶毒药，没想到投奔凯瑟琳被拒的药剂师女儿发现又有了机会，带着这个秘密去找波旁家，用这次投毒再设计一次新教圣女的重生，让圣女的神迹更邪乎，以此作为投靠波旁家的见面礼。接着就是一场被预谋好的表演，唯一被蒙在鼓里的就是裁缝，他傻乎乎的去下药，被伊迪丝抓了个现行，被迫喝下了毒水。没想到伊迪丝也喝下明知是毒的水，最后惊讶地发现两人竟然都完好如初，目瞪口呆地臣服于伊迪丝的神迹，不明就里的就被信徒抬着到河里去受洗。这个异教徒美女混了大半辈子后，最终在阴谋里成功皈依了新教。好的，本期剧情就聊到这儿。这集比较搞笑的是，伊丽莎白女王的童贞女王的名声彻底变成了黑色幽默了。上一集中，凯瑟琳开口借钱的斯特罗奇家族是意大利佛罗伦萨一个显赫的贵族家族，以其在金融和政治方面的影响力著称。这个家族在文艺复兴时期尤其著名，他们的财富和权力足以与美第奇家族媲美。费利佩·斯特罗奇是斯特罗奇家族中最著名的成员之一，他是一位富有的银行家和政治家，他也是斯特罗奇宅邸的主要设计者和建筑赞助者。这座宫殿是佛罗伦萨市中心的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杰作，用以展示他的财富和家族的荣耀，也象征了这个时期佛罗伦萨的文化高峰。所以凯瑟琳向这个家族贷款，大概也是影射他想建造一栋展示瓦卢瓦家族和美第奇家族荣耀的宫殿。要说这个意大利的斯特罗奇家族与美第奇家族一直存在激烈的权力和财富斗争，费利佩本人也因政治斗争而遭受挫折。1538年，费利佩·斯特罗奇在与美第奇家族的斗争中败北，不久后便去世了。凯瑟琳说他们美第奇家也是开银行的，这说起来应该是指美第奇家族在银行业成功的奠基人乔瓦尼·德·美第奇，他是凯瑟琳的曾祖父，他创立了佛罗伦萨美第奇银行。凯瑟琳的曾祖父科西莫·德·美第奇通过灵活的金融手段和政治策略，成为佛罗伦萨共和国实际上的统治者。凯瑟琳的曾祖父洛伦佐·德·美第奇不仅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和银行家，还支持了很多艺术家，如米开朗基罗、波提切利和达芬奇，使佛罗伦萨成为文艺复兴的文化中心。但是到了凯瑟琳的祖父皮埃罗·德·美第奇，则开始走了下坡路。皮埃罗继承了父亲的地位，但对佛罗伦萨的统治很失败，最终在1494年被赶出了佛罗伦萨。然后就到了凯瑟琳的父亲以及凯瑟琳的故事，这在上一集一开始有提过，我们就不赘述了。至于美第奇的这个同父异母的黑小哥，在历史上没有任何的记载，这个人物应该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好的，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欢迎大家点赞关注，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我们下期见。Thank you.